SoFi 呢隻股票單係2025年第二季手續費收入就爆升咗72%，但係華爾街主流意見竟然仲係話佢估值太貴，風險太高，究竟發生緊咩事？今日我哋就要解開呢個矛盾，話你知市場到底睇錯咗啲咩？好，首先我哋要公平啲講下市場主流係點樣睇 SoFi 嘅。簡單嚟講，大部分人覺得佢有三大原罪。第一就係估值過高，你睇佢盤數、市銷率、市盈率都遠遠拋離大市，啲大行分析師嘅目標價仲要低過而家個股價，聽落就好似一架已經飛到上太空嘅火箭，隨時會冇燃料。第二係信貸風險，SoFi盤生意嘅核心始終係貸款，好多人擔心萬一經濟衰退，啲人還唔到錢，SoFi咪好大鑊。而且佢個貸款審批模型從來未真正經歷過經濟衰退嘅考驗。第三呢，就係佢個所謂嘅飛輪效應。SoFi 成日講佢有個金融服務生產力循環 FSPL， 即係用低價產品吸引你入嚟，再交叉銷售其他嘢俾你。但係空頭 Bear Case 就話呢個根本係一個虛假嘅故事，實際上只係一個靠燒錢、靠補貼去轉動嘅倉鼠輪。證據就係佢哋個每會員產品數量長期都冇乜增長。總結一句，市場共識就係SoFi係一間增長好快，但係好貴、好高風險、商業模式未被證實嘅數碼貸款公司。聽落好似好有道理喎，但係當我哋駁大眼睇真啲盤數，就會發現一個同主流講法完全矛盾嘅地方。SoFi 嘅銷售同市場推廣費用佔佢總收入嘅比例，竟然由2022年嘅39.3%持續穩定咁跌到2024年嘅29.8%。等一等，如果佢真係一隻靠瘋狂燒錢去買增長嘅倉鼠，點解佢燒錢嘅效率會越嚟越高㗎？如果個飛輪係假嘅，點解佢獲取新客戶同新產品嘅成本佔比會越嚟越細？呢個數據就係市場主流敘事上面嘅第一條裂痕。佢話我哋知有啲嘢我哋睇漏咗，而呢個被市場睇漏嘅真相就係我哋嘅核心觀點。市場犯咗一個分類錯誤，佢哋仲用緊睇一間普通數碼貸款公司嘅眼光去睇 SoFi， 但 SoFi 其實已經進化成一個完全唔同嘅物種，一個多元化、輕資本嘅金融科技平台。點解咁講？有三樣嘢。第一個，飛輪已經達到臨界點。頭先講嘅銷售費用佔比下降就係最好嘅證明。呢個唔係倉鼠輪，而係一個真正嘅效率引擎。2025年第二季有35%嘅新產品係由現有會員買嘅，呢個就係證據，證明交叉銷售係 work 嘅，而且成本極低。第二，佢將銀行牌照係一件戰略武器，唔只係慳錢工具咁簡單。市場只係睇到第一層有銀行牌照，給存款成本低咗，但我哋睇到嘅係第二層慳翻嚟嘅錢，每年大約5.52億美金。SoFi 並唔係就咁袋落袋，而係再投資翻去個飛輪度，例如提供更高息嘅儲蓄戶口，結果用更低嘅淨成本，更快咁吸納新會員。呢個係一個良性循環。第三，最重要嘅一樣就係業務模式嘅去風險化被嚴重低估咗，市場仲驚緊佢資產負債表上面嗰啲貸款風險，但係佢哋冇留意到 SoFi 已經靜靜雞將重心轉移去輕資本嘅貸款平台業務 LPB。單係2025年，佢就已經同 Blueowl、Fortress 呢啲大機構簽咗超過182億美金嘅合作協議，將啲貸款賣俾佢哋。呢個操作一方面賺取高利潤嘅手續費，另一方面將信貸風險轉移出去。呢一種靈活性係傳統貸款機構完全冇嘅。所以當你將呢三點拼埋一齊睇， SoFi 嘅真正面貌就浮現出嚟。佢唔係一隻跑滾輪嘅倉鼠，而係一架已經成功點火，準備進入下一個階段嘅火箭。當然呢個投資唔係冇風險，我哋嘅事前剖析 Pre-Mortem 都諗過最差嘅情況係點，例如一場經濟衰退令到信貸違約率急升，或者有科技巨頭加入戰團打價格戰，咁我哋嘅論點就會失敗。我哋嘅悲觀情景模型顯示佢嘅合理價值可能會跌超過40%，但係我哋嘅樂觀情景潛在升幅可以去到超過50%，呢個就係一個非對稱嘅回報。咁究竟點樣先可以更有信心咁判斷究竟邊個劇本會成真呢？為咗回答呢個問題，我做咗一樣好瘋狂嘅事。我基於報告入邊嘅所有數據，搭建咗3個極度詳盡嘅三表聯動財務模型，分別對應我哋頭先講嘅樂觀、基本同悲觀情景。喺呢啲模型入邊，我哋唔係簡單估個數，而係將會員增長率、產品滲透率、經營槓桿呢啲核心驅動因素全部轉化成未來10年每一行每一格嘅財務預測，包括損益表、資產負債表同埋現金流量表。如果你想親眼睇到我哋係點樣將飛輪效應呢啲概念量化成 ROIC 投資資本回報率，點樣超越或加權平均資本成本。如果你想知道喺唔同壓力測試下，例如利率或者增長率每變少少， SoFi 嘅合理價值會點樣變化，甚至你想自己喐手改下啲假設，睇下間公司嘅估值會變成點，咁你就一定要加入我哋嘅 Patreon 會員啦。呢個就係我哋為 Patreon 會員準備嘅獨家深度內容。
入面有齊我哋成個量化分析嘅心血，幫你喺呢一個充滿迷霧嘅市場睇得更清更遠。連結就喺下面嘅說明欄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